大家好，这里是扣码电竞。不知道有多少观众看了 T1 和 KDF 的这个 BO3， 也许在不少观众看来这就是一场平平淡淡的比赛， T1 全线出击，基本上都没出汗就带走了比赛。但在我看来，这个 BO3 中所隐藏的内容值得好好解析，甚至 T1 的战术调整在我看来目前是无解的存在。想要单纯的依靠其他队伍的选手实力或者赛训组的分析，是几乎无法破解 T1 的这套战术，唯一的办法恐怕只有等到 Riot 设计师动刀才可以。有些观众可能觉得我讲的夸张， T1 不就是对着中游队开杀了2场比赛，哪里能看出什么门道来？唯一能值得说的就是辅助小 K 同学用卡莉斯塔多 K 了几颗头。但我看中的不仅仅是这几个人头的经济分配，而是这个行为背后代表了 T1 现在对全队经济资源分配的一种动态平衡。和 KDF 的比赛，第一局 T1 依靠选手英雄池的优势，逼迫对手选择双射手对拼。从上线双方的第一波碰撞 Kyria 拿下双杀后，比赛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第二局 T1 选出塞纳塔姆对线 KDF 的小火龙，并且牢牢控制了对线的节奏，通过后续运营轻松拿下比赛。这下终于解密了，不怪 EDG 和 RNG 都在放小火龙，也不怪朱开嘴硬说选对线阵容能打，原来是真的能打呀。可惜是 T1 能打，人家是赛区强队打中游队能打，你一个倒数的队伍怎么敢抄学霸的作业的？这场比赛中对于 T1 最明显的就是辅助选手 Kyria 的活跃。说句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话，这2场比赛中 Kyria 除了在视野布控上还是辅助的定位之外，在比赛内容上，尤其是在打伤害这一项上，他基本上就没把自己当辅助，而是将自己作为一个 C 位的定位。第一局对线直接打穿对手后就开始频繁游走放养 Guma， 第二局的塞纳塔姆组合更是得心应手，不论是在比赛中的前顶成伤，还是在团战中制造伤害的能力，都完全展示了这个组合应有的水准。可以说第2场比赛算是一场标准的塞纳塔姆对阵小火龙的教学局，对线期打优势，利用下路对线优势扩大节奏，在小火龙尚未成型时终结比赛。甚至可以说，即便被小火龙拖住了节奏， T1 还可以押宝塞纳的成长性。在我看来， T1 这对下路双人组可能正在引领英雄联盟自从诞生以来后又一次的战术改革。自从 LOL 确定了一流的战术地位开始，5个位置在赛场上的资源分配就基本上定型，3条兵线和野区的资源分属各个位置，辅助只配打扫一些残羹剩饭。相对于的，辅助在战场的定位要求也最低，历代辅助选手大多留下的高光时刻基本都是控制、打断、反制、开团这种镜头，在战场中央倾泻伤害的工作还是留给 C 位负责。而现在 T1 的双人组开始模糊 AD 和辅助之间的定位，尽管之前在某些版本曾经诞生过一些不太符合大众观念的畸形下路，但终归还是一个人农兵一个人辅助的定位。Kyria 现在的地位已经不能单纯的用辅助来定位他在比赛中的战术定位，他虽然负责大部分的视野布控工作，但他也承担大量打伤害的任务。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在2月份血明还没削弱的时候， T1 下路双人组的伤害比为 1.76，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Kyria 在比赛中打出的伤害达到了 Gumeozi 1半多，而同样战绩的 Game 这个比例是 4.95， Pace 打出的伤害是 Lehans 的5倍。可以说2支队伍的伤害一边是全看 AD， 另一边是双枪开火。此前 Kyria 在比赛中选择一则辅助的时候被批纯玩科研伤害队伍，但在我看来是 T1 教练组在比赛中有意控制的结果。自从去年双射手站上版本舞台开始，虽然 Riot 有所调整，但终究没有完全砍掉这个玩法。这个战术思路极大的开放了下路的阵容搭建，但同时也对教练的 BP 和选手的英雄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要求辅助选手掌握 AD 英雄，甚至要培养出完全不同于传统硬辅和软辅的辅助思维，对线、资源、拆塔、边线控制，再到团战打伤害的要求，都和过去游戏完全不一样。等于说在双射手体系不被 Riot 大砍之前，辅助选手就必须要面对这个难题的考验，而 Kyria 这个先行者就拿出了完美的答案。通过前期的对拼优势拿下人头，积累装备之后叫打野穿线，再到游走的节奏一气呵成。试想一下，
如果在先锋团或者关键龙图之前，一个2个人头的卡莉斯塔突然出现在对面上，单脸上划了一条接打残或者击杀对手上单，对中期节奏是一种巨大的压制。作为辅助位上历代级的天才， Kiria 不仅能玩射手辅助，更是精通几乎所有辅助。他唯一的弱点就是在玩露露或者卡尔玛这样的宝牌盾辅时会有注意力下降的问题。可以说，只要版本不回到香炉时代， Kiria 就是辅助位上最强的选手。和 Kiria 相比， LPL 这边在对待辅助的定位上依旧传统，从去年春季赛强调下路线权开始， LPL 就几乎没有几个辅助选手适应，因为几乎所有的 AD 选手都倾向于控线塔前发育，而不是进行推线压制。大部分下路一直以来都被教育前期只要农兵发育等团战就行，不要做太危险的行为，将自己暴露在对手打野的视野里是很危险的行为。而 T1 双人组化解对手打野 gank 的思路是推线压塔，消耗对手双人组的血量，将对手双人组打残，这样打野来了也打不过我。可以说 T1 这种行为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掌握主动权的思路。典型的对立面就是以 LNG 为代表的乌龟流等 Gala 的发育，然后顶着小龙数量的巨大劣势，顶着必须赢团的巨大心理压力下拼绝命团，就像一个即将溺水的人，不停地面对巨浪的拍打，渴望找到一根救命稻草。两边从心态上到行为上的差距，似乎就是 LCK 和 LPL 的缩影。这种保守思路一定程度上也绑架了 LPL 的赛训组，不顾自身条件，只要会抄作业就好。某种程度上，这也是 LPL 更能在 MSI 成功，而 LCK 在世界赛上更有统治力的原因。经过春季赛的漫长时间， MSI 等于被答案开考，而进入世界赛前，大家往往只有一轮季后赛来迎接版本改动，更要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见招拆招，更加考验队伍的内功。当你的队伍里有 Kiria 这样英雄池深厚的选手时，你就很容易找到对手的破绽并破招，而不是平时玩几只角色玩傻了之后，只能看着对手干瞪眼。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了。如果你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多多留言，我会一一回复。再见，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